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小时候这4处有疤痕，晚年生活富足无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人们很忌讳破相这种说法。其实也有人说，不管是什么地方破相都是不好的。毕竟从视觉上来看，破相会导致一个人的外形出现很多的问题，而在运势上，破相造成的影响其实是会根据各个部位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那么破相对命运究竟有何影响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为什么说女孩破相命好？在我国古时候，其实很多人认为女孩破相会命更好一些。有句话叫做不破不立，破相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代表着你自己的命里有贵人出现。古语说是因为有些人的命太好，老天爷都嫉妒，所以通过破相以后才能顺顺利利。所以很多小孩在小时候不小心破相了，老人就会说这样破相了没事儿，以后肯定会财运亨通的。二，破相有什么说法？破相其实就是指一个人的面相由于积极或者是处于被动的缘故发生了更改，尤其是针对女生而言，这类情况也是典型性的荣华富贵之兆。由于假如其先天面容较好的话，那么在后天性的发展中便会遭受大量的提出质疑，进而促使本身运程损伤。可是当其更改了自身原来的长相以后，那么人生道路的运程当然也会随之产生变化，从而促进未来生活变得更加的幸福美满。三，哪些地方破相命不好？一，额头破相。额头正中央的位置是官禄宫，官禄宫主要关系着我们的事业运势、官运发展等等。通常来说，一个人的官禄宫长得好，官禄宫饱满，无恶痣无恶纹的人，能够在事业上获得不错的发展，甚至还有当官的机会。当一个人的官禄宫若是出现了疤痕，则意味着他的事业运势较差，早年运势不佳，且行事冲动，性格极端。此类面相的人在事业上难有成就，甚至会因为自己冲动的性格伤害到身边的人。二，眼睛破相。眼睛四周眉毛为情缘宫，眉眼之间为田宅宫，眼睛尾部为夫妻宫，眼睛下面为子女宫，并且眼睛为心灵的窗户。所以眼部周围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家庭关系。眼部有疤痕的人大多内心深处不安分，不喜欢在家待着，容易与亲人发生矛盾和争执。而眼睛下面的眼珠如果有疤痕的话，则子女缘分较浅，和子女关系比较紧张。而眼窝有疤，则夫妻容易产生矛盾，感情容易破裂。三，鼻子破相。鼻子是中年财帛宫，如果一个人的鼻子破相了，那么肯定会造成财运受阻，财神爷没法光顾，总是缺钱，守不了财，生活中容易出意外，需要花大笔的钱，总是赚不够花。而如果投资理财的话，容易打水漂，而没有钱财的支撑，与伴侣的感情也容易因钱财而吵架，最后分开。四，嘴角破相。有句话说，祸发齿牙，福从口质。一个人是否会措辞，做人够不够圆滑，经常从措辞词吐中就可以观察进入。既然嘴巴掌管着富裕的收支，很明显嘴巴上受伤，首先会不利嘴型，从而不利给人的第一印象。除不利整体面相以外，也会让财富事业财运遭到不利，求财变得困难。五，耳朵破相。耳朵这个部位破相是会导致一个人缺乏福气的，这样的人结果自然是会变得没有财运，没有地位，没有人缘，而且还没有很好的家庭，健康状况也会日益变差。这样的情况无疑是会对其人生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的，所以需要保护耳朵。六，面颊破相。如果一个人的面颊破相，那么会致使这个人的脾气变得暴躁，情绪起伏大，容易因为点小事而做出冲动的行为。面颊破相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脾气与伴侣时常发生争吵，感情不和睦，而在事业上容易与同事甚至上司争吵，事业上孤注无援，很难走得长远。七，下巴破相。下巴是奴仆宫和晚年运，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破相的话，那么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将会受到威胁，名望会受损。他们在生活中容易招惹小人，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会因为小人的破坏让自己一无所有，运势起伏比较大，而后要往上爬也比较的费劲，需要努力好久才能挽回自己的一点声望。8. 眉毛破相。眉毛是保寿宫和兄弟宫，如果一个人破相在眉毛的话，那么这有损贵人运，使他们无意之间得罪了自己的贵人，从而影响到了他们的运势发展。缺少了贵人的相助，对人的事业有很大的阻碍，事业可能因为没有贵人相助停滞不前，甚至跌入低谷，没办法东山再起。9. 山根破相。何谓山根？很多人经常不明白，其实很简单的，那就是鼻梁及两眼之间的位置为山根，而两眉之间属于印堂，我们通常以鼻子看配偶的情况，而山根属于鼻子来气上下接通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也代表贵人靠山。因此如果这个地方有疤痕，表示配偶身体平时多小毛病，对配偶健康有持续性影响，也代表贵人运差。10. 人中破相。人中位于鼻子和嘴巴之间，属于面相中的下庭位置。从中医上看，人中属于人体经络阴脉和阳脉交汇之所，连接着人体的生殖器官，代表了人的晚年运势和子女运。如果人中出现疤痕的话，尤其是人中疤痕颜色较深的，会对子女运势方面造成一定不好的影响。4. 小时候哪里破相命好。1. 手掌边缘有疤。小孩子总是非常的顽皮淘气，所以在他们玩闹的过程中，难免会使得手掌处有所擦伤，甚至还会留下疤痕。虽然这看起来不是很美观，但是从相术学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吉祥的预兆。生有此种体相特征的人，不仅在人生的道路中会得到贵人的帮助，而且他们的事业运势也必定是节节高升，长顺无忧。2. 肘关节有疤。对于小孩子来说，肘关节也是他们经常会磕碰的位置，所以对于小时候手肘就破相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大吉之兆。当其长大成人之后，不仅事业上会收获自己想要的成就，而且旺盛的桃花运更会使其一生感情顺遂，家庭美满，并且还会生育一个健康活泼的宝宝，一家人生活和和美美，安乐富足。3. 大腿破相。大腿上留疤的孩子五行火旺，后土护佑，一生反而得天庇护，路途平顺，脚跟站得稳，一生有财路。他们多半性格比较热情，但有朴实的一面，生来好运傍身，敢闯而能得。如果长到了30岁，这个疤痕还依然保留，则后半生加薪升官，晚年富足。4. 腹部破相。在面相学中，腹部作为脏气之源，其上长痣或者是有疤痕，而非害而属利。从小如果留有疤痕，长大后事业顺风顺水，贵人从旁相助，腹能鼓，腰包则能更鼓，逢凶化吉的命理伴随一生，永无贫困日，更随时都有发家致富的潜力。不管年轻多辛苦，老来总有福气享。小酱汁提醒大家，有疤痕的话，尽量通过整容手术将其去掉。上漏青筋，灾祸永相随。当我们生气时，脸上常常会出现几条青筋，这是由于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所致，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当我们谈笑风生，脸上还出现青筋，那就不容忽视了。看面相以骨相为主，纹痕质相为次，面部气色定当是运气。面部气色其一就是面色发青，或者脸上有青筋暴露出来。俗话说青面麻须不可交，当面部出现青筋时，通常是身体健康不佳或者运势受阻的征兆。接下来小酱汁大酱友们一起来看看面相12宫出现青筋对人运势有何影响，需要注意什么。1. 额头正中有青筋。在面相中，官禄宫又称为事业宫，位居印堂之上，前额正中部，包括天中、天、司空、中正，此处宜丰隆平满，光润开阔。假如此处有青筋出现，为肝木过盛不生心火所致，大多是由于工作压力过大造成，其人容易心情烦躁，一有点小事就想发火。
作为公司的决策者来说，如果额头青筋暴露的话，常常会责骂下属，且对公司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把握容易出问题。应注意养护心脏，及时梳理肝气，抵制自己的脾气，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才能避免运势受阻。2. 福德宫有青筋。福德宫在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称为天仓，是观察人福气和财气的部位。此处宜生的饱满无缺，其人会健康长寿，财富丰隆，生活康宁。如在此部位出现青筋，要留意的是，会因嫉妒心重或者仇恨对方而出现报复心，晚上常失眠。福德宫也代表智力，如果福德宫有青筋，则表示肾气虚，记忆力减退，思考力不足。3. 迁移宫有青筋。迁移宫位于前额左右眉尾上方的靠着发际的位置，掌管人外出交通、旅游和乔迁外出发展事业的运势。一般迁移宫有青筋的话，去异地发展事业或者任职的话，容易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或者在异地破财，预示其人不适宜去外地发展，宜在家乡立业。在感情问题方面，如果远嫁或者娶远方的媳妇儿，都是一件值得注意的问题。4. 父母宫有青筋。父母宫位于前额左右的日月角，代表自己的父母和祖辈，也代表个人的聚财能力。此处以高原明净，微微隆起，无偏斜，表示生亲康宁，遗传良好，事业发展顺遂。假如此部位出现青筋，会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和钱财的集聚，公司策划失误，不能有很好的凝聚力等等。在爱情方面，与异性交往，无论在语言还是行动上，都容易欠考虑而导致错误发生。健康方面，容易失眠、健忘、心火上炎等等。5. 两眉上方有青筋。两眉上方被称为兄弟宫，代表人的感情与情绪，与朋友、同事的相处感情以及情绪的变化，还有做事的勇气和胆，象征交友的损益，故不宜有不好的文及八出现。如果兄弟宫出现青筋，提示其人不适宜交友过深，或者草率决定异性朋友的交往。此处假如在其中一边出现青筋，有可能会为了兄弟之间的金钱纠纷而争吵，假如两边都出现，更可能会引起法律诉讼。6. 眼尾部位有青筋。眼尾部位被称为夫妻宫，又称为鱼尾或者奸门，掌管夫妻关系的吉凶。凡夫妻宫光滑平润、文献稀少者，夫妻和睦，婚姻幸福，且妻有帮夫运，必致家财万贯，夫贵妻荣。若夫妻宫深陷或者鱼尾纹过多者，夫妻极易不和，或者分道扬镳，或夫克妻死。无论在哪一边出现青筋，都表示其在爱情上太操心操力，很容易为另一半而担心。7. 眉毛与眼睛中间有青筋。眉毛与眼睛中间部位被称为田宅宫，顾名思义，田为田地，宅为房屋，都是固定资产。田宅宫关系一个人的家运吉凶，表示遗产、家族关系、田地等等。田宅宫以宽广丰盈为佳，由宅宽而有肉，光彩润盈的人能够继承家业，不但有力置产，而且有良好的人缘，有亲朋上司的帮助而提升。假如此处出现青筋的话，代表身体会有伤灾，家庭关系不和睦，与人交往被欺负等等。此外，家中的下水管、洗手间是容易漏水，如青筋持续多天不散，请不要买二手楼房，由于很容易误买凶宅。8. 印堂处有青筋。印堂是命宫之所在，在双眉之间，山根之上，是命运的总开关所在。从印堂的宽窄程度、光彩、颜色，可以看出一个人运气的好坏，福祸吉凶。人逢好运时，此部位有光泽带红润；运气不好时，印堂晦涩，失去光泽。假如印堂处有青筋出现，其人容易焦虑不安，常做噩梦，做事业方面魄力不足，或者胡乱管闲事而招致打击。9. 泪堂处有青筋。泪堂部位又称作子女宫，象征男女感情与子女是否有出息、有子嗣等等。子女宫生的丰厚平满的人，儿孙将福禄双全，子女成行；子女宫深凹陷下，则大不吉祥，极易成为渔夫寡妇。如果泪堂处有青筋出现，预示其不能生儿子，或者只能有女儿，同时也代表子女的运气易出现问题。正在拍拖的女生容易怀孕，男生就是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做爸爸。
已婚人士会为了子女烦心，老年人在这部位出现青筋，必须以和为贵，不要跟儿孙争吵。10. 鼻梁处有青筋，鼻梁位置被称为极恶宫，掌管人健康方面的吉凶，同时与祖上根基、遗产、抵抗力、灾难应变能力有关。当然，此宫也表示健康、责任心、荣誉感等等，所以要求饱满润泽。假如有断裂或者有陷、疤痕、破败都很不好。极恶宫处有青筋出现，如果是小孩子，特别是7岁以下的儿童，是受到惊吓的表现，且呼吸、消化系统可能比一般小孩弱，读书容易精神不集中。如果是成年人，则代表投资失误，被朋友借钱不还，身体肝胆有病，肝胆气郁滞。假如青筋3天不散去，多是大病来前的征兆。11. 鼻准鼻翼处有青筋，鼻准鼻翼处称为财帛宫，代表人的财富与事业。假如此处生得圆润丰厚，不漏孔，其人容易事业有成，财富聚集，生活富裕。如果这里有青筋，预示其人财运容易受阻，或者因故破财。鼻头有肉的人见青筋，只是为了自己的仁慈而破财。假如借钱给朋友，朋友杳无音信，鼻头无肉的人见青筋，就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而破财，例如丢失钱包、证件等等。12. 下巴处有青筋，奴仆宫位于面颊下端部位，也就是下巴的两旁，称为悬臂，也有命理学以下巴为奴仆宫，此处掌管交友与部属关系吉凶，如下巴饱满、多色红润，无疤痕黑痣、合圆遗风，必官运亨通，奴仆成群。反之，如肩线偏斜、消窄或者有伤痕、黑痣，即使能行官运，也必与其奴仆部下关系紧张，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拥戴，晚景时期很可能运势不好。下巴处有青筋的人要注意，不要轻易指责下属，不要草率决定与人合作生意，谨慎择友和选择员工。有2种情况，第一是跟下属争吵，假如官禄宫同时出现青筋，就会无理开除员工。第2种是60岁后出现青筋，男的易患前列腺疾病，女的要留意子宫问题。总的来说，脸上出现青筋是凶面相，宁可单身也别招惹。人们常常喜欢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但其实无论是对于男人或是女人来说，嫁入或是娶妻都是关系着终身幸福的大事儿，所以男人也很害怕娶到一些不好的女人，影响了自己一辈子的婚姻幸福与家庭，而这一点男人也是应该要注意的，毕竟并非每个女人都适合娶回家，有些女人娶回家只会倒霉一辈子。那么在面相学中，不要娶回家不能当媳妇儿的面相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脸颊内陷无肉。脸颊内陷无肉，脸骨突出的女人一般为人比较的尖刻，为人非常的小肚鸡肠，心胸比较狭窄，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儿而耿耿于怀，眼界狭窄，只顾眼前的利益，嫉妒心非常强，最见不得别人比她过得好。别人比她长得漂亮，她会嫉妒；别人比她有钱，她还会嫉妒，然后在背后诋毁别人。为人非常的自私，在感情上也是，只知道索取，却不愿意付出，所以身边的朋友也非常的少，了解他的人都是敬而远之。2. 耳廓突出。耳朵的最外层称为耳轮，内层称为耳廓。耳廓特别突出的女人，一般性格都比较的叛逆，缺乏理性，所以说话的时候往往不过脑子，喜欢与别人对着来。这种女人非常的自私，并且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她们却不是这样。若是与家里人发生不愉快，就会在外面给别人唠叨，做事儿更是全凭着自己的性子来，完全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试问这样的女人谁敢娶？3. 单眼皮小眼睛。从面相上来说，单眼皮小眼睛的女人一般缺乏大智慧，情商比较低，做事缺乏底线和原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惜一切手段，为人有些刚愎自用，一言不合就会大吵大闹，丝毫不会顾及形象，所以导致家庭关系比较的紧张，容易与公婆和丈夫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非常的爱炫耀，希望别人都围着她转，心绪起伏比较大，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给这种女人交往和生活会让人感觉特别的累。4. 印堂窄。
位于两眉之间的印堂宽窄决定了一个人的心胸大小。一般两眉之间的距离以食指为尺量的话，1指半到2指之间为最佳距离，如果低于1指半的话，则就是太窄。这种女人一般心胸狭窄，喜欢与人斤斤计较，并且生性比较的懒惰，缺乏进取之心，家里家外打理的一团糟，并且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给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肯定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没完没了，非常心累。5. 鼻子高挺无肉。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人品和性格，如果女人鼻梁高挺无肉的话，这种女人往往心性比较的高傲，非常的势利眼，容易看不起别人。与人结交时也只喜欢与那些条件好的人，对那些经济条件差一些的，总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样子，即使是身边的那些条件差的亲戚也看不起。在找对象的时候，把对方的经济实力看得过重，喜欢与人攀比，虚荣心非常的强。在工作和事业上不愿意努力，总想着投机取巧，娶了这种女人会经常受到他们的抱怨和打击，非常的让人难以忍受。6. 三白眼。三白眼的女人大多非常的聪明，但是为人却非常的善变。这种女人个性比较的要强，不喜欢服输，喜欢争强好胜，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任何手段，并且也非常的固执，脾气也非常的暴躁，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为人非常的高傲和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并且心机颇深，非常的有城府，只要得罪了他们，一旦抓住机会，肯定会报复回来。遇到这种女人最该绕开。7. 眉粗眉尾上扬。眉毛又称情缘宫，代表了一个人的感情状况，最好的眉相肯定是要浓淡适宜，眉尾有距。相书上常讲眉如焦炭，非灾即难，就是说眉毛比较粗浓且眉尾上扬的女人，大多脾气都非常的大，并且非常急躁，属于那种一点就着的类型，喜欢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大发雷霆，并且最接受不了别人对他们的生活指手画脚，做事风格属于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为人所喜欢。8. 下巴尖削太短。女人如果下巴比较尖削的话，大多心思比较的复杂，这种女人为人不够大气，甚至可以说有些自私自利，心眼非常的小，喜欢斤斤计较，待人处事都比较的冷淡，缺少责任心，坚持力比较差，做事很难长久，并且这种女人大多脾气比较的古怪，做事缺乏底线和原则，喜欢胡乱的发脾气，经常会和家里人发生一些口角和矛盾，生活难以幸福。9. 脸庞过于方正阳刚。女人之美，美在其柔。如果女人脸庞长得比较方正的话，整个人看上去就会显得长相比较的男性，给人一种很阳刚的感觉。面相主要表现在下巴比较的方宽，腮骨比较的突出，额头前凸等。这种女人大多比较的固执，性格比较的刚烈，而额头比较高凸的女人则心高气傲，比较的傲气，不服人，做事容易眼高手低，而腮骨外翻的话，则为人比较的固执，心肠比较的硬，报复心比较强，缺少恻隐之心，所以遇到脸部比较方正的女子，要是远离为好，娶了这种女人，家中就别想清静了。10. 发质硬，发质粗枯。发为人血气之余，根据一个人的头发状况可以看出一个女人的性格。如果女人发质比较硬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也比较的倔强和强势，做事比较的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并且心肠也比较多坚硬和狠辣，从来不会低头或服软。在婚姻中经常发生口角，甚至会拳脚相向，家中矛盾不断，让人苦不堪言。而发质粗枯则血气不足，这种女人大多身体状况不太好，甚至会影响生育和子女运势。11. 嘴角下垂的女人。嘴角下垂的女人一般看上去性格都比较的内向，平时对人看上去也非常的友好，但其实这种女人性格非常的悲观和消极，容易把别人想得特别坏，特别的喜欢抱怨别人，但是从来不会去检讨自己，
即使是自己不对，也坚决不会认错，会给自己找出各种理由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内心非常的阴狠，并且疑心非常的重，对自己的另一半总是疑神疑鬼，所以大多婚姻都不是太好，容易离婚。12. 眼神凶狠的女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一个人的眼神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一个女人的眼神比较凶狠的话，那么她们的内心也肯定不会善良。眼神凶狠的女人一般内心都十分的狠辣，待人处事也比较的尖酸刻薄，心中缺乏包容心和善念，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内心非常的狠毒，得罪了这种女人的话，一般都会遭遇她们狠狠的报复。13. 两只眼睛大小不一致的女人。眼睛是心神的外在表现，如果一个女人两只眼睛大小不一致的话，在面相中又称雌雄眼。这种眼相的女人一般性情多变，为人比较的主观，缺乏理性和公正的判断力，为人也非常的感情，非常的注重权势和利益，容易得理不饶人，做事方面有一些不通人情，甚至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而背叛感情。14. 声音低哑。相术认为心动为性，性发为声，声的产生离不开气，声音的大小、长短、清浊、缓急又与命路有关。命贵之人生出丹田之内，它通过心气发于舌端，所以声音也能体现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女人声音贵在柔和悦耳，如果女人声音比较的低沉嘶哑的话，这种女人大多生性比较的固执，为克夫之相。声音中气不足，则身体容易抱恙受损，为人比较的固执，社交能力不强，人缘不太好，难振家运。娶妻需谨慎，毕竟妻子是要陪伴自己终身的那个人，娶妻也与我们这一辈子的幸福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又怎么不重视呢？但生活中有很多女人都是不能娶回家的对象，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女人的特征，才能很好的避免。而以上便是小酱汁整理的相关面相知识，你都了解了吗？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